力士，叫力士，什么声音啊？皇上，禁卫军士们在吼，在敲击刀盾，似乎是在宣泄不满。是因为缺少食物吗？皇上，老奴再去问问陈玄礼将军。你们清楚你们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们都是这身边的将士，朕与你们朝夕相处，从来未曾怀疑过你们的忠诚。作为军人，失去了忠诚，就是失去了信念。失去了信念，这世间还有什么神圣可言？没有了神圣，那就无异于安禄山之流，违背伦常，藐视国体，摇动宗庙，颠覆河山，成为千古罪人。罪人是杨国忠，不是我们。对，我们是在为国家铲除妖孽，妖孽不除，大唐何以保全？铲除妖孽，拯救大唐！铲除妖孽，拯救大唐！铲除妖孽，拯救大唐！将士们，朕没有斥责你们。既然你们做出了行动，朕嘉许你们。现在，你们可以各归其队了。你们怎么还不行动？朕命令你们，现在立即归队，准备开拔。皇上，臣是带兵之人，了解士兵们的心愿。杨国忠祸国殃民，虽被处死，但杨家得以猖獗的祸根依然留在皇上身边。皇上，军士们出于对未来国家的忧虑，恳请皇上将国家动乱的首恶予以正法，否则臣无法说服士兵，请皇上明断。陈玄礼，你说将谁正法？贵妃杨玉环。皇上，皇上，陈玄礼，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儿臣知道。儿臣拜见父皇。恒儿，是你？父皇，陈将军方才讲的是大家的心愿。父皇是明智的君主，事情到了这一步，父皇应该清醒了，以大局为重。你很会讲，朕怎么一直就……朕的儿子……父皇，现在不是论及父子之情的时候。解决于法，请父皇顺从民意。民意？刺杀贵妃是民意？朕看是你自己的意思吧？父皇，父皇怎么还不明白？将士们已经失去耐心了。天教三教，铲除我们！天教三教，铲除我们！天教三教，铲除我们！这一天终于来了。三教，铲除我们！天教三教，铲除我们！父皇，铲除我们！天教三教，此事
朕自会处理。大皇帝，太子殿下，我跟你们说，陈将军，太子殿下，陈将军，彭将军，思君所请，在情理之中。只是皇上平日待我们波波，我们不宜逼君太甚。殿下，我们再如奏。至于众军士，阿翁，今众怒难犯，将士们不达目的，断无归队可能。陈将军，我终于认识你了。彭将军，你不必瞪我，事系仓促，我们只有顺应兵情，否则你顷刻将成落殿下冤鬼。玉环，他们要……三郎，别说了，玉环都听到了。三郎，看来你和朕都不会幸免。三郎，各位要注意分寸啊！三郎，我们站起来。高将军，我都已经知道了，不用回避。有什么话你说吧。皇上，对今日局面，老奴已无能为力，老奴有负圣恩。恒儿，为什么会成这样？你是要逼父皇退位呢，还是……父皇何出此言？孩儿谨小慎微了10几年，还是被收拾得七零八落，哪里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？只是罪臣杨国忠虽然已诛，但是杨家蒙阴泽府的贵妃还可以再留下来吗？父皇，她可是叛贼安禄山的干娘啊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恒儿啊，你如果想要这个皇位，你拿去好了。三郎，朕退位。三郎，不要难为一个女子。大唐的国君是父皇，为何要儿臣做一个大逆之人？李氏，朕明白了。先是宰相，再是贵妃，然后皇上，老奴恳求皇上割爱。三郎，坐吧。三郎，
情是亦如此。别说了，更不要再去做绝望之想。儿臣再次恳求父皇顺应4军将士所请。你，父皇，你们都很清楚，贵妃从来就不过问国事，她几是朕的爱妃呀！朕。皇上，臣恳请皇上赐贵妃死，因为将士。高力士，皇上，玄礼及4军将领尽力为父，但是众怒难平啊！闭嘴！拯救大唐，铲除祸根！拯救大唐，铲除祸根！拯救大唐！诸将士既然以诛宰相，贵妃自不宜侍奉左右。父皇，贵妃无罪呀！皇上，贵妃诚然无罪，但将士以诛杨国忠，留下贵妃，将士岂能心安？他们定会以为皇上早晚会怪罪他们。老奴以为今日之事，只有将士安，皇上亦安。太子殿下，你让谁死都行，但是不能对我的3郎心生歹念。请贵妃慎言，罪孽不解，自有应得，别老扯上我父皇。我可以死，但请殿下放过你父皇。我根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。高将军，你去说，跟所有的人说，说我杨玉环愿意以死殉国。玉环，遵命，贵妃娘娘。玉环，父皇，玉环，只能这样。玉环，陈将军，皇帝陛下应将士之请，赐贵妃杨玉环死。陈将军从速传谕。是。跟我同喊，请皇帝陛下赐贵妃一死。赐贵妃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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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将军，皇上圣命，诸将士应呼万岁！万岁！皇上万岁！皇上圣明！皇上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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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镇住，要尽量设法以求自保，早日入蜀。大皇帝，你好狠心！阿曼，不许胡说。3郎，事已至此，我们谁也无法改变。臣妾记得3郎说过，神龟虽寿，犹有尽时；人生100岁，总有一死。玉环，
皇帝真是国君，是近40年的大唐天子，竟不能保全自己的爱妃。玉环不愿。你倒是想想办法！你说话呀！你就这么看着玉环姐赴死吗？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不可造次！没有用，飞蛾扑火，没有用的。好好用你手中的那把剑，保护好皇上吧。老奴罪痛于天，是其稍纵即逝。贵妃娘娘，皇上已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请贵妃娘娘。贵妃去吧，我来陪侍父皇。三郎，臣妾长辞了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。请庞将军奉贵妃入佛堂，备帛送贵妃娘娘大行。父皇，玉环，三郎，别忘了，三郎说过要活到91岁，要记住，亡者无戏言。玉环，玉环，玉环。宰相大人，今日脉象稳中，较之昨日似有好转呐。胡说八道！老夫的命，老夫最清楚。是大人，大人，我这里还有个方子。裴良记恨要留下，你去吧。要是皇上那儿知道了，笨蛋！我不说，皇上怎么能知道呢？是，多谢宰相大人，小人这就把药方交给府里管事的。那小人告退。祖父，去吧。是。红儿，什么事说吧。祖父，杨国忠来了。他是一个人吗？是一个人。让他在外厅等会儿，扶起来。哎，祖父，祖父，我骂他走人就完了啊！你不懂，就按我说的去做。把桌上的那碗53拿来。祖父，你不能再喝了。
杨大人认不出我来了吧？宰相大人，叫我国忠。好，叫你国忠。你没有想到吧？老夫又站起来了。没想到，国忠明日就要赴剑南督战了。行前特来拜望你老人家。你是来探一探，好让心里有底吧？国忠一直受大人栽培，一言一行受大人影响，所思所想，皆逃不过大人的法眼呢。你不愿意去剑南，我也不愿意你去啊。可是你去了，我就能多活几天，你说呢？大人不会仅满足于苟活几日吧？错了，你错了。就是苟活能有几日啊？我死以后，能接掌大权的人非你莫属。我现在已经这样了，既呼不来风，也唤不来雨啊！我还能有什么样的打算呢？大人既不为贪恋几日，有没有别的打算？那为何非要将国忠？为何非要将国忠排挤出京师呢？我气不过。我看着你如何羽翼丰满、振翅而降的。你不该临飞时把大朝的人给逐了。你呀，你太着急了。你看着那个相位，你是一刻也挡不了了呀。不是我国忠太急，是庙堂之争太险。云波诡谲，世事难料，国忠出于自保，不得不伤人，这也是大人你一手教的。杨国忠，你这个恩将仇报的小人！我祖父的病都是因你而起的，临走你还不放过他！红儿，国忠啊！孩子小不懂事，莫怪他呀。我知道我的病已经好不了了，我死你必为相。如果还念一点过去的恩情，人死愿消，老夫求你放过我的子孙。给你跪下吧！啊！好，国忠就答应你。祖父，左相，也是风萧消息，易水寒了。国忠去了，朝廷这边全照左相。杨大人放心，我会守着日子，等待你凯旋还朝。国忠，拜托了。首相莅临府求见皇上。首相
来从未越礼，临了就让臣保持这一名节吧。好，我做拿阵图来，垫在首相的后背。行吗，林甫？都退下。皇上啊，臣临来之前服了双份的50散呐。这药虽然有些毒性，可是给气呀。林甫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这样服药，那不是残害自己吗？臣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，多一天少一天已经无所谓了。但是臣有些话要奏报皇上啊。你说，朕听着呢。自开元22年，皇上选择了臣为宰相，至今已经有整整19年了。臣是皇上登基以来任职最长的宰相。19年来，臣未敢有丝毫的懈怠之心。皇上也同样给予了臣无限的信任，期间又将臣荣升为首辅宰相。不论后人将如何评论臣的功过是非，这段日子对臣来说，无不充满对皇上的感恩之情。19年来，林甫自以为还算尽到了职责，为皇上制定的政纲，不能说尽善尽美，政府也不能说白璧无瑕，臣李林甫也不能说没有失误。然而大唐的昌盛却是有目共睹的。是，大唐的昌盛，你李林甫功不可没。开元天宝之盛唐气象，是我华夏有史以来历代王朝均不可企及的巅峰时代。然而天道之术，盛极而衰呀，皇上。是。这也是臣对皇上最后的奏报了。经济的繁荣，并不能保证天下就不出乱子啊。人们只知道享乐，不思进取，歌舞升平的背后，人心的贪欲愈加膨胀，种种弊病也就随之涌现。臣只想说2个数字，皇上也许能领悟一二。你说。就说朝廷机构的庞大，官至30以下，皇上知道有多少吗？有78562员，吏字左史以上有137610元，而入仕之名额更是不能胜计。不仅官员多，将兵多，凡镇兵49万人马，8万余匹。每年军事用布达1020万匹，耗粮190万户。这么大的官员以军费开支，朝廷已不堪重负了。皇上，市场虽然是购销两旺，手工业强劲发展，但生产的大多是奢侈品。皇室贵族豪强财阀们生活奢靡，追求奇巧，觅取宝货，人们上行下效，社会风气日下。皇上该大力气整治了。首相究竟要说什么？朕怎么越来越听不懂了呢？边境的战事屡败，皇上欲再展大唐雄风的志向，何以如此啊？人们失去了志向，没人再愿意奉献。大唐的繁华风俗如何维持？必然会由盛而衰呀！你是不是身体不适，带来心情的抑郁啊？
臣如此奏报皇上，臣自知是死罪呀。臣思虑了几天，还是要说：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望皇上不要降罪臣的家人。臣多年来得罪了一大批人，太子也在其中。臣知道死后会留下骂名的。臣不在乎了，臣唯愿皇上和我大唐永久昌盛富强啊！皇上是千古大帝，但若要做万世之明君，万不可有始无终啊！皇上。首相一番话，朕印象颇为深刻。朕会善待你的家人。来人，护送首相回府。皇上，皇上。公元752年，继唐天宝11年，李林甫在郁郁寡欢中死去。玄宗皇帝也因此失去了最后一个独裁而又强势的中枢领导人。朝廷同时召回了已经到达成都的杨国忠，并由他接替了李林甫的职位。老迈的玄宗皇帝率领着杨国忠，把大唐带向了一条险峻之路。哎呀，真是一项有一项的风格呀！啊！李林甫注重的是内在的震慑，你看，新任首相在意的是外部的尊贵。作为首相，无论哪种风格，都要在百官心中树立起威信，或者以信取威，或者以威取信，两者必居其一，否则朝廷的车轮很难运转。是啊。哟，宰相大人。宰相大人，二位都在呢。二位来，请。请。好。纪大人是，通知吏部，将常年累月等待着的备选官员，以其资历才干放发官职，促其快速到任，及展开公务啊！宰相大人，这些人按照惯例，那是要等一阵子的。惯例没有道理啊，因为人家在朝中没有人，就让人家旷日持久的等着。下边又急需这些官员，等到垂垂老矣，不骂娘才怪呢。好，是我这就去办。对了你顺便通知有关吏员做好准备，我要亲自监督，用快捷手法查点核对库藏，量度岁入岁出，做到心中有数。是。左相，这样一来就可以在短期内制定出增加中下级官员俸禄的计划，不要再像以前那样，半年1年拖来拖去，弄得下级官员怨声载道。你看呢？首相真是快人快语，雷厉风行啊！我是从下边做上来的，深知中下级官员之艰难和苦恼啊。再则，总要启用新人呐。首相大人，蜀中传来不好的消息剑南节度留后李密率兵7万去攻打南诏，结果全军覆没呀。交代的好好的，这个李密，他怎么就……暂时不要奏报皇上，得把本翻回来再奏报他老人家。是。
立刻去喊剑南节度衙门，让他们不遗余力，全师出动，在1个月之内务必大营赶诏，否则就撤了他们衙门首脑的职务，另派新人。今天本将召你们来，是要与诸位做一笔大买卖。我要你们去漠北收买阿布斯的所有军官，不管花多少钱，华禄山都不在乎。我要买下这支精锐之师。诸位现在就去领定金，事成之后，本将军还有重赏。一句话，你们要不惜一切，把阿布斯的所有人马，统统都给我买回来。祝贵妃娘娘生日安康！祝贵妃娘娘生日安康！别理了。奏乐。三郎，臣妾过生日都放到三郎上朝的含元殿了，臣妾实在是有些承受不起。还有，三郎让杨氏一门太过贵盛，臣妾觉得我们杨家所得太多，心里不安的。玉环，如今天下升平，为你的36岁生日隆重的庆贺一下，又有何妨？至于你的家人，也没什么。国忠是以他的才能取得相位的。至于你其他的堂兄弟，虽然因你的关系，但并不是太显贵。三郎忙了许久，先去歇一歇，睡一觉，不必在这一直陪着臣妾。这么热闹的场面，朕舍不得离开啊。在想什么？是在想刚见过的朕的那些老嫔妃吧？你是想你到了他们这个年纪会是什么样？三郎怎么一下子就猜到了臣妾的心思？这么说，朕没猜错。你也不用再想了。朕明白，到了那个年纪，你还是最美的女人，而朕将会不在了。与剑南的情势相反，安禄山近日收降了阿布斯的军队，捡了个大便宜。共58000人，大部分是骑兵。如此一来，安禄山的势力大增，其兵力以盖天下。皇上得知此事，非常满意。你说这个大胖胡儿，他怎么就有这样的旁门左道，老能哄得皇上高兴满意呢？皇上把安禄山视作东北边防的万里长城，不施加以超出常人的恩赐。现在安禄山不仅身兼3镇统帅，天下禁兵皆在掌握。更让人不安的是，他的亲信将领全部都是胡人。他同时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发号施令，这样一来，大唐的边防军队几乎成了他私人武装，这恐怕不能以满意一词来评价了吧？三郎现在就像是个市井汉子，还是温柔的好汉子。女人喝多了也没挨打。来，为什么要打呀？女人喝多了更美更有风韵，在平时是看不到的。哎，三郎，他们散了吗？啊，随他们去。
别忘了，阿满和花花都还是单身女子，这时候不让他们热闹热闹，心里会更冷清，更难过。对，现在臣妾和三郎就这样静静地待在一起。玉环，朕告诉你，朕一直是个爱繁华的人，唯有今晚，朕悟到了清静也是独有的一种享受。三郎，臣妾知道，其实三郎也是个心细如发的男人，这是女人的福气。真看不出啊，下个月三郎就70岁了，现在看着三郎比太子还要强健呢。可不是嘛，来，你摸摸，啊，货真价实。但愿上苍保佑三郎活到80岁、90岁，也是这个样子。这是臣妾的私心，知道吗？只有三郎健朗长寿，臣妾才能有个好依靠。朕知道，朕不信一个人能活到100岁，但是为了你，朕一定好好保养，活到91岁吧。91岁。那就是说，臣妾还能陪20年，臣妾也知足了。安将军啊，你好难等啊！应该不难吧？杨大宰相哪次找我办事儿都没办。对，你提醒得好。本相希望安将军能够保持以往那副热心肠。那当然，首相代表皇上主持朝政，因而首相指向哪儿，咱就打向哪儿。好啊，那就请入席吧。哥舒翰将军也在殿内恭候将军呢。哥舒翰啊，我忘说了，今日宴会是皇上赐的，为安将军和哥舒翰将军洗尘，将军请吧。哼。这什么菜啊，将军？这道菜肴叫热洛河，是用鹿血煮鹿肠而成的。吃不惯，吃不惯，好吃，好吃啊！皇上知道你哥舒翰爱吃热洛河，特地命人补了活路。为你做的，感谢皇上恩典。好吃，好吃啊！将军，你何必这样呢？我的父亲是杂胡，母亲是胡人。虽然将军的父亲是胡人，母亲也是胡人，咱俩的种族颇为相同，可为什么就不能相亲相近呢？哎呀！古人说，野种的狐狸向那祖先的洞窟嚎叫，是不吉祥的，这是忘本呐！你安禄山只要与我哥舒翰亲近，我怎么敢不尽心呢？你在讥笑我是杂种胡人？不，将军误会了。哥舒翰竟敢以狐狸来比拟我胡人，你以为我是白痴？听不懂你的话里的话吗？
将军，你的酒喝得太多了。是有点多了，头疼啊，头疼。来人，在，把哥舒翰将军扶回府邸休息。是。安将军，记得我们之间第一次喝酒，是在你平卢节度衙门。那天晚上的酒让本相印象深刻呀。当然记得，那时候右相大人还是个使节帮办。对，对，那时我杨国忠人微言轻。哪儿的话，我安禄山没那么势利，只要代表了皇上，我都一视同仁。难道你没有这个印象？好，本相现在就代表皇上敬将军一杯。嘿嘿。皇上万分关切前线的战局，然而我听说安将军似乎突然改变了主意，停止了对契丹的攻势。所以本相不甚明白，将军是保存实力另有所图，还是忘记了过往的兵败之耻？看看，我们的新任首相，一旦朝权在手，便踌躇满志，以天下为己任了啊！将军，手下也是职责所系嘛。将军，你应该懂得朝廷的制度，亲情为私，执法为公。本相知道皇上待将军为家人，但制度就是制度。本相不能因为皇上对你的恩宠而忘记了你我的职责。不错，我军是暂停了对契丹的攻势，这打仗嘛，总得有攻有守。怎么到了我安禄山头上，就成了保存实力另有所图了呢？什么叫忘却兵败之耻？谁忘却了兵败之耻？首相的剑南节度刘后率兵7万去攻打南诏，结果全军覆没，这不是兵败之耻？有人隐瞒失败，假报获胜，又增兵讨伐，仍然遭到惨败，前后2次损失将士接近20万，这不是兵败之耻？这样的兵败之耻，有人据实上奏皇上吗？究竟是谁忘记了你我的职责呀？我倒是要好好的讨教讨教。那这杯酒，将军还是要喝的吧？这酒我就不奉陪了。本相可是代表皇上敬将军的。3年前我就向皇上请得了这块免酒的金牌，我不喝也是谨遵圣谕。二位慢慢喝吧，本将告辞了。消息，有人在给他传递消息。你们怎么把事情办成了这样？国中也太急于结束南诏的战事了。欲速则不达。老奴也是头一次听说我军在南诏连遭败绩，皇上应对此事有个说法，否则边疆大将们会认为皇上赏罚不明。老奴还以为首相如果知错不认，则难以服众啊。
不要再说了，让朕仔细考虑一下。是。怎么了？正心事重重的，要不然把那个大胖子叫到宫里来，再逗三郎乐乐。安禄山已经回范阳了。这么快就走了？可不是走了吗？将相不和。这国中也真是，安禄山应该不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啊。国中啊，还是嫩了点儿。在驾驭边帅方面，李林甫可是比他老道的多了。那三郎可得多提醒提醒国仲。岂止是提醒啊，朕一直替他拽着缰绳引路呢。与将军们打交道，尤其是与胡人将领打交道，是不能依照常规的。那三郎更得教教国中，别真就让他误了大事。有些事可以教，有些事是教不了的。自身的人格魅力，你教得了吗？并不是你执掌了权力，别人就一定听你的。国中要学会兼容并蓄，海纳百川。大臣们老是觉得朕给安禄山的赏赐超乎了常人，他们哪里知道，对那些蛮汉的种族，最重要的莫过于情感的接近。情感既是凝聚，也是束缚。将军。将军，朝廷内没了李林甫，应该没什么不快的呀。没了老虎，又来了豺狼。李林甫怎么说也是有大本事的人，可那杨国忠，他算什么？要什么没什么，还敢对我安禄山颐指气使、指手画脚，太可笑了！我早就说过了，杨国忠是个狭隘的小人，根本不是将军的对手。哼，我也就是看着皇上的面子，要不这一次我早就置他于死地了。按照的战败，换了别人，就是有10个脑袋也早被砍掉了。皇上的面子，将军为什么要看皇上的面子？难道皇上的面子也能不看？我高尚从科举落地的那天起，就已经不看这张虚伪的面子了。这是一个腐朽透顶的帝国，是一个充满了不公的帝国。表面上看绥靖奢华，但内部已经虚弱的不堪一击了。我早就看好了将军，只有你来做这个腐朽帝国的终结者呀！你这个儒生很危险呐！是很危险。像我这样心怀不满的儒生，与将军这样拥有强大武力的边帅结合，才是颠覆这个王朝最危险的力量。难道你就不怕我把你送交皇上？我替将军设计了一切，你就是把我送给皇上，又能对将军有什么好处呢？何况我高尚早已立志，宁愿反叛朝廷而死，也绝不咬着草根求活。行了，你不要再给我灌输这些了。皇上他老人家把能给我的都给了我安禄山，真要是迈出那一步，也得等到他老人家千秋万岁以后。我明白了，将军。可是不防君子，也得防小人呐。高尚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有备才能无患。你准备去吧，总不能让杨国忠做刀，咱做羊啊！遵命。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将军觐见皇上。将军，不必紧张。皇上对将军攻克石宝城之战，至今记忆犹新呐。皇上若是问什么，我答不上来，大人可得帮着点儿。放心，将军，放心好。请好。你哥舒翰与安禄山
是朕的2只翅膀。有了你们，大唐才能如巨鸟高翔，扶摇直上。皇上寓意深刻，臣斗胆进言。既然皇上将2位将军比喻为2翼，那在实力上应再为均衡一些才更好啊。比喻嘛，还那么认真，朕看你杨国忠还是少点失意。皇上，最近批准了安禄山招降阿不思的6万精锐骑兵归其所管辖，臣以为这已经是太偏重了呀。李氏，你看呢？朕可是从未有过厚此薄彼之心呐。皇上，西北与东北相比，皇上更看重西北。只是，老奴理解首相的意思，指某一边帅手中的权力过大了，是这样吗？高将军所言极是。臣以为，安禄山招降的骑兵原为朔方主力，应归还朔方节度使才更为合理啊。阿不思的旧部是安禄山招降的，他们只买安禄山的账，朕担心朔方节度使统领不了。朕看这样吧，葛舒翰，我将在。你将才难得，仅仅统领陇右1个节度区是有些屈才。那朕就把河西节度区也交由你来统领。另外，既然安禄山被封为东平王，那朕就封你个西平王吧。末将叩谢皇上隆恩。安禄山近来以御寇之名修筑雄武城，储备铠甲军械，又收编铜锣西契丹降者8000余人，组成敢死部队，已经很明显了。安禄山以抵御契丹人为借口，公开整军备战，还分遣胡商进行贸易，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。这是要谋反呐！当年张九龄就说安禄山有反相，后来的王忠嗣也曾说安禄山要谋反。可惜这些皇上都未予理睬，反倒是奏报者自己成了问题。所以我说，谋反的说法要慎重。安禄山是皇上一手扶植起来的，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就说他谋反，那皇上那儿恐怕难以接受啊。那就更需要说服皇上。1次不行2次，2次不行3次，直到皇上能接受为止。2位要记住，要想遏制安禄山的谋反，就必须削夺他的军权。要削夺他的军权，也只有通过皇上才可以办得到。除此之外，再无任何人、任何力量可以办到。我明天就去说服皇上。好，大人则好，回去吧。你确实认出来了？卑职确实认出来了，的确是吉大人。他在范阳留守安庆宗处待了1个时辰，离开后就有哨马往范阳去了。你去吧。是。要记住，此事不能向任何人泄露。卑职清楚。女流之辈哪里是我们的对手啊！这杯神器，待会儿就让你们跪地喊姐姐。我们有皇上领军，还怕你们不成？对不对啊？我们有娘娘坐镇，杀你们个人仰马翻，对不对啊？对啊，就是啊。你们的统帅呢？皇上已经出门了，半路上遇见首相大人，正说话呢，一会儿就到。你们2家还不曾较量过，这回得好好的赛一赛，一定要分出个胜负输赢来，免得呀谁不买谁的账，那可不行。
三郎，怎么回事啊？国忠刚刚找朕谈，他说安禄山要造反。有这样的事？问题是，国忠不是随便说的，是正式上奏，还开出了一长串的理由啊！启禀皇上娘娘，小奴请示，是否开始？开始吧。是。都准备好了，预备。这个安禄山凭什么要造反呢？三郎待他不薄啊！朕也不相信，可国忠言之凿凿。三郎，这不是一般的事，会出人命的。是有些情报，但真假难辨啊。可问题是，安禄山确有实力造反的，完全不予理睬，万一出事，就很难办。你看，你们人多不算数。你笨蛋！啊，对了，三郎，为什么不把安禄山叫来问问呢？三头对六面，把事情问清楚。你的想法与国忠的提议一样，他要朕呢，立刻召见安禄山。国忠断言，安禄山必然不敢来。启禀皇上娘娘，第一局以娘娘一方获胜，小奴请示，是否开始第二局？开始吧。是。预备。三郎，那打算怎么办？将相之间也如同这拔河呀，谁是谁非，是黑是白，也只能付诸一试。朕就做一回判审，替他们两个人做一了断吧。了断？三郎这样召安禄山？国忠预言，安禄山绝对不敢来。朕倒要看看他安禄山究竟敢不敢来。怎么样？晋温又报来些什么情况？杨国忠翻脸了，已经正式上奏皇上，说将军要谋反。晋温还提醒将军，说范阳留守将军的周围布有杨国忠的眼线，将军近来所有的举动皆为朝廷所掌握。他杨国忠掌握了什么？无非是说将军在整军备战，这倒能够说清楚。但信上说的一个情况，连我也没有听说过，不知真假。信上怎么说的？说将军通过胡商，私自制造了大量的绯紫袍、金银鱼带、腰带等物，企图另见朝廷取堂而代之。这事是真的吗？完了完了！什么人把这样的绝密透露给杨国忠的？将军，真有此事？哎呀，都是我那神教巫师出的主意。他说我是应神而生，是神的化身，我一时着迷，就同意了他们密制些信物，等将来赐予军中的信徒。将军，这些信物一旦被朝廷拿到，那就是谋反的证据啊！这怎么是好？这怎么是好？要不将他们全都付之一炬？烧了信物，也烧不了将军应神而生的伟大使命。留着他们，反而时时刻刻提醒将军，光明之神在召唤着将军去完成这一乾坤之举、生死之搏呀！要我真的谋反？既然洗刷不清了，将军索性就把这锅生米煮成熟饭吧。
与其做嗷嗷待宰的羔羊，不如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呐！不，我还下不了这个手。杨国忠是这王八犊子，太子也是，可是皇上那儿，我过不了这个坎儿。安禄山这条命都是大老人家给的。皇上对将军的好，哪里是真的好啊？不过是些帝王之术啊！将欲弱之，必先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先兴之；将欲夺之，必先与之。皇上，朝廷特使到。诏曰：安禄山将军无恙。朕近来听到一些传言，颇感淆惑，特召将军来朝补谈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辞。又记贵妃也关心鹿儿的冷暖，钦此。臣叩谢皇上隆恩。皇上希望将军明日起身回朝。将军应该明白了吧？皇上已经不信任将军了，召见本身就是怀疑呀。你是说安禄山如果去应召，就可能一去不复返？很可能。杨国忠外战外行，内战却是内行，将军需三思而后行啊。我如果不去，就是宣战。宣战虽然仓促了一点，但取胜还是有70%把握的。将军，皇上的身边有杨贵妃呀，杨国忠又时时在皇上身边，只要皇上听信他半句谗言，将军都将万劫不复啊！我今天就动身入朝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是在冒险的，将军。我心中的神在告诉我，去吧！敢冒天下之险者，上！三郎，一起到温汤里泡泡吧，别一个人坐在这儿发呆了。范阳到长安，再快也得有7天的行程吧？三郎问臣妾，臣妾哪知道啊？自从臣妾跟了三郎，就是从长安的这个宫到那个宫，连长安的地面也没有去过，哪里知道会要多少天呢？这回可好了，安禄山要来长安了，三郎该兑现诺言了吧？带玉环去玩玩吧。谁知道那个胡儿还敢不敢来见朕？三郎，这可不像你了。三郎总是自信，对国中的判断嗤之以鼻，可事到临头，怎么又怀疑了呢？那你觉着安禄山会来？他来不来，臣妾都不在意。臣妾只在意三郎。这么多年了，凡是三郎看准了的事情，大致都不会错的。可近几日情况有些不同了，整个朝廷上下都在谈论安禄山谋反。一件事议论的多了，假的也会被说成是真的。这么说是没有道理的，假的就是假的，怎么说那也是假的，真的就是真的，就是不说那也是真的。你呀，还是那么简单。所以说，朕从内心里恨不得只和你们这些简单的人打交道。皇上，
皇上，什么事啊？皇上，安禄山已到达东郊驿站。啊，这么快，还不到7天呢。怎么样，三郎？女人总是简单的吧？安禄山觐见。父皇万岁万岁万岁！起来吧。听到了没有？难道让朕亲自扶你起来不成？皇上，臣本胡人，粗俗愚笨，只知道在边疆为皇上效死力，不善与朝官们交往，肯定惹人妒忌。皇上，有人说臣拥兵太重，心怀异志。皇上，如皇上疑臣，那么就请赐臣死于此地，臣绝无半句怨言。朕的这条命原本就是皇上给的呀。好了，朕又何尝不能领会你心中的委屈呢？是啊，如果原先我只是怀疑，现在我可以肯定的说，安禄山就是要谋反。是的。他居然来了！不仅来了，你们知不知道他又向皇上提什么要求了吗？他竟然请求皇上让他监理墓园总监，还求皇上给他空白的委任告身。皇上居然批准了他的请求。这就是说，今后大唐绝大部分的军马来源由他安禄山掌控，而且今后他有自行任命将领的权利，这还了得吗？皇上是不是有意表明他的用人不疑呀？是啊，如果安禄山要是真的想谋反的话，绝不敢如此明火执仗啊！安禄山还有一项请求，让我大感意外。恭喜你了，吉大人。安禄山替吉大人请求了兵部侍郎兼必救副使的新职位。我弄不明白啊，他安禄山为何对你吉大人如此器重啊？这是离间，离间。是不是离间？齐温心里最清楚。你可以借此去他的官邸谢他安禄山。你告诉他，他既然来了，就不要再想着回去了。你可以走了，吉大人。贵妃做后台呢。
来人，等吉温从安禄山的官邸出来之后，找个僻静的地方下手，必须做到死不见尸。是。难道给安禄山通风报信的就是他？除了他还有谁？我让他递，我杨国忠唯恐他不递消息。老夫越来越不懂了，真真假假，是是非非，都乱成一锅粥了。